说说你在韩国那段经历是什么样子的？挺好奇的。你说有训练吗？对，其实训练跟现在差不了多少。嗯，可能唯一我觉得不同的就是这里有摄像头，那里没有。对，比如说王菊是一个，其实局外人嘛，就某种意义，哎，这我刚学会这个词儿叫局外人，刚学会进入这样的一个系统。你在系统里已经很久了啊，这是，或者说你会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吗？就是完全离开这个轨道，会有吗？有，因为其实就算是习惯了，也肯定人也不想被束缚。你想做什么呢？另一个轨道？其实我就是想要自由一下，可能在我一直习惯的这个轨道里边没有存在自由这一说。什么样的是自由的呢？比如说你去哪里不用跟谁报备，然后你干什么事情不用考虑任何事，这个就什么后果，对。那这种不自由状态已经持续多久了呢？可能从我15岁开始。这么早？对，就是从当医生开始到现在，可能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我进到这一行也是稀里糊涂就进来了。怎么叫稀里糊涂进来呢？就是因为我喜欢跳舞嘛，然后突然发现星探发现的我，就告诉我你只要能吃苦就行。然后我觉得，那我还年轻嘛，那有什么不能吃苦的？然后我就去了，也没想那么多。就真的很苦是吗？真的很苦，对，因为它其实不是说光你身体上苦，更多是就是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一起打架，对，就你心理上的苦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你刚开始的话，也不敢说话，然后而且再一个就是语言，完全不懂，对你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然后你不知道人家国家里边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运转方式，然后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完全你要一个一个去适应，就很辛苦。那你碰到王菊这样，会不会觉得她那自由会吸引你啊？因为我觉得我跟菊姐，因为之前也有说过，是2种完全不同世界走过来的人。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还挺羡慕菊姐的，就是可以做她自己。然后以前也是，在一个不同区域里边工作的人，然后可能她得到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然后我又得到的是可能是一个不同的东西。王菊呢？你觉得呢？我觉得，因为美纪太早，15岁的时候就开始过这样子的生活了。我虽然没有当过练习生，之前生活中也教了我很多跟练习生截然不同的东西，可是反正我觉得我也体会过了，然后我就觉得可能现阶段这个远方在我看来它是有光的，不像我之前在做其他工作，仿佛一直在找那个光，但我现在已经能看到光了，我现在就是一步步走近它而已。那比如包括你们选这个行业，女团也好，蹦蹦跳跳的唱歌，除了极少的这个职业生涯挺短的，不会太长。那这种怎么面对这种必然到来的这种短暂性呢？就是可能最成功的也就几年就过去了，可能。因为我觉得。至少我有在这个上位圈上过，对，至少我并没有，就是一直我在默默无闻的在做一些事情之后，完了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至少比那样强。王菊觉得呢？我觉得想成为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人物，有很多的明星他没有永远活跃在观众的视线里面，可是提起他的名字，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会再去关注他。我觉得这样子的艺人也很多，我也想成为这样子的艺人。被记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觉得是做这一行的意义，我觉得是做这行的意义所在。你被别人喜爱和以及你可以带给别人的影响，更可以让你变成精神支柱，对，或者真真切切的通过音乐啊，或者说像我们做女团的舞台，可以传达、感染到他们，成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精神支柱，那不很累吗？所有人都靠着你，符合他们的期待，或者符合这很多人的期待，而且很多人在一起的期待必然它不是很独特的，它是很普遍的某种东西。这个东西不会对造成太大的压力吗？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你选择作为一名艺人，你就不可以绝对的做自己，应该说是相对的做自己，这也是
你作为公众人物应该要承受的或者付出的代价。你们最希望达成什么结果呢？比如这个事情到6月23号演出完是吧？包括未来1-2年会怎么样子呢？期待这个图景是什么样的？对我而言，其实因为我已经有出过道的经验，我其实更想要的是，我用着这个初心来到这个节目里边，然后再一次体验练习生的生活，之后在体验这个生活的过程中，可以再跟大家选手一些，比如说接触啊什么的。因为其实我之前很少。目前为止，你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就是收获了这些朋友们，对，然后在这里边的一些良性竞争，对，所以我就没有太多的去想要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子。王菊呢？你觉得呢？你希望它变成什么样？最后你们，比如你们俩都留在11名里面了，你们会组成一个团是吧？然后会变成它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对这个未来成团之后的发展，我还是抱一个很大的期待在。因为没有体验过，所以所有东西都将会是新鲜，你又会体验许多的第一次。我每次在体验所有事情第一次的时候，我会特别的，加倍的感受这每一分每一秒。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瞬间的思想上的错位，就觉得说，哎，我以前是站在边上的，我现在成为这个场子里的中心了，被别人围起来了，就有一种。曾经幻想的场景一一实现了的感觉，所以幼儿园可能是美好的东西，憧憬更多。那你觉得，比如说现在这个选秀演成是3个月一个夏天就全部完成了吗？可能过了这个夏天，再过半年就一切都消散了，非常短暂。这种短暂性，你觉得？就这一行里大家很爱说，就是3月份，就年纪大一点的是我这样，年纪更小的、你啥意思？你年纪大点，我的就是跟现在入土了，更小的00后去比，就对，什么都是对，不光说选秀，我要结果，我知道我3个月后会得到一个结果，我对此满怀期待。对，从娱乐上我知道 ，OK， 3个月之后我会见证一个很有意思的大结果出来，然后我还参与其中，我还攒着这股劲儿呢。对，我能3个月不散，我3年早都不知道忘到哪里去。而且对，包括像我们说，对，可能对偶像的新鲜感，你始终在这个舞台上一次一次的那么久，我反而会失去新鲜感。就是人就是要喜新厌旧，我可希望3个月就能看到一批新的好玩的事情出现在我面前。如果3个月没有，我就开始焦虑了。我也可希望这3个月能沉淀下来一批人，让我可以喜欢他一辈子。但这2件事不冲突。如果这些人不出来的话，他可能一辈子没有被沉淀下来的机会。那其实我觉得在节目结束之后，你怎么沉淀下来？我觉得这就不是艺人一个人的事情了。我还挺好奇一点的，您生活中您不需要快消品吗？文化快消品？需要啊，杂志啊。很快消品吧，算。我想想，是不是就流行音乐、什么电视剧什么之类的？电影、电视剧都算。我们不是都做快消品的吗？就是可能对我来说，一个社会里面，喜新厌旧当然是很重要的力量，因为每个时代都需要这种新的语言形式来冲击它嘛。但是去质疑这个新的力量也很重要，就是他们之间都是并行的水涨船高的关系，就是它应该不同冲突的价值观越显著。对，这个时代就是包括你去制造快消也会更有力量，更有生命力。对，我对相对主义是有怀疑的，是有抵触的，因为我们是受到很多压力的一个社会，所以大家对相对主义天然有一种解放力量。那相对主义本身有它的问题的，但是我很好奇这件事情。当我们在一起，然后大家会喊什么？会喊快乐无比，知道吗？就是你们只需要喊快乐无比这4个字啊。我等会儿呢，先替他们喊前2句，然后很火，想给你炒到好高，这是可惜。但他现在蛮有争议的。我们就瞎聊呗。好啊。你给我普及呗。对，你先说说你们都是各自怎么知道这个节目的？其实从超女时代就每一场的选秀基本都不会错过去看，包括现在的工作也是在做偶像打造这一块的东西。像创造101本身他们的经纪公司啊，之前都有很多的合作，所以就是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爱好一定要去看，一方面就出于工作也会去看，就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了去看这个节目。那你最初的这种流行偶像是谁呢？原来是韩国的 H.O.T. 划时代的偶像团体。就是你喜欢，就我觉得喜欢不喜欢，你肯定会听过他们的歌，看过他们的 MV 这种存在。我知道小虎队。这个
是我大概上小学就真的是姐姐们全部都是都是真的他，真的是，而且他是第一代。那他们吸引你是什么呢？HOT 这个歌舞，然后长相，然后表演形式，你会发现就是春晚也好，就是唱小虎队也好，可能还是比较青春少年正能量，但他们会带有很多少年当中家长不愿意看到的那一面。为什么选秀会那么打动你？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我觉得就是真人秀。只不过说我们从事的职业不同，我们的真人秀周期是拉长的。就比如说，可能一个人他从小想当医生，到他30岁真的当上医生，其实也是很励志的一条路。但是他毕竟不像歌舞，因为歌舞它表现力而且浓缩式的。对，而且一个夏天我就能感受到他整个人生上讲故事，那种感觉是很好的。就王菊，我就感触特别深，因为我王菊其实是同年的。然后就是我看到有一篇微博，就讲是王菊是怎么来到101的。他说，其实当时就是节目组去了他们那个模特经纪公司选人，全部都选完之后，然后王菊在玻璃门外，他就推门进来说：“哎，那最后我能试一下吗？”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是觉得特别触动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把握了这个机会，他就得到了今天这些哪怕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种幸运的眷顾。我觉得这种感觉给我是特别好，你就会想去支持他，会想说支持他，好像在投射着某种支持自己想追求的东西。肖老师，你看101了，你有觉得哪个姑娘让你一眼就觉得她漂亮的吗？有啊，就只是漂亮，漂亮啊，单纯讲漂亮。有的，我刚才看到一个，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对，出来挺蛮漂亮的。但因为我审美比较常规嘛，直男审美。对。那你会自主的追下去吗？不为了做这期节目？不会。我是，所以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呢？因为我必须强迫自己跟当下产生关系。但是我很好奇这件事情嘛，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田野调查嘛，到年轻人怎么想看待这个世界嘛。你在这多少天了呀？因为我们之前在哈尔滨拍，然后差不多有快4个月了。你去逛了逛周围吗？比如你之前在哈尔滨，现在在这儿吗？对，就我还挺想逛的，但一直没找到机会。对，就一般来说，拍完回去了就休息了。烦吗？不烦，我特别享受。规律的生活让你安心是吗？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拍这个戏让我体会到了有生活这个东西。你比如说，老师，你应该是比我很有生活的人吧？那是比你多活那么多年，是吧？就是除去你比我多活这么多年的之外，就是你肯定一定是比我有生活的。就是对于我来说，以前就是，我能睡觉，我能休息，这已经很美好了。对，就已经是一个生活了。但是现在我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话，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带你去吃烤串吧。在这儿啊？城里面呗。要生活嘛。对啊，可以啊，就是对，就是我总是给大家展现的可能就是我比较控制自己，或者我比较自律，或者是对，但其实我也很想不这样。特别是拍完这个戏之后，我就会更不想这样，因为我特别想要，比如说在某一天突然失控一下，就是这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释放或者怎么着，因为，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情绪戏，然后你就会哇哇的哭，就是那种，然后哭完了之后我就哇，好舒服啊。所以我刚刚拍完之后，就是还有人跟我讲说，你怎么拍完哭戏这么开心？我一开始我就会费解这件事情，然后到后面我就想了半天，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心里得到了释放。因为我以前都是一直压着自己，就是要控制自己，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作为艺人来说的一个，就是你要基本的需求，你觉得？对。你会同情过去的自己吗？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得必有失嘛。那你现在让你说一个你心中还算狂野的事情，想实现是什么呢？我其实一直特别想去跳伞，因为我其实恐高。你这属于挑战自己，不属于释放自己。不是，就是你这没事儿找事儿。不是，他在挑战自己的同时，他也是一种释放嘛。对，这跳伞还是比较正能量的。对，找一个，我就想特别洒脱、自由自在做什么事情。做一个偶像不能颓废是吧？也不是不能，
我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对于你的追随者的一种责任。他们就不愿意看到一个健康人，一个正常人，他们看到要永远闪闪发光的是吗？就是说，可能他们一时也会无法去接受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里面，大家对于这个职业，它已经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定义了，已经定性了。我是有对这个职业的一个敬畏和一个仰慕之心的。但是人都是充满瑕疵的呀。对呀，就让大家意识到每个人都是个正常的人也很重要。对，所以我做这个电影之前，我都认为我可能更多的像是一个，就是机器人 AI 是吗 ？AI 对，对你对这个形容很准确，因为我太过于想要让自己完美，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的瑕疵，然后我也不想让除我以外的任何人看到我的瑕疵，但后面我会觉得不是这样的，就算我再自律。但我终究不会是一个完美的人。哎，你身上你觉得最怎么说呢？瑕疵是什么呢？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你肯定也知道怎么回答呀。我说实话，我不知道。等一下，这个暖宝宝也太热了吧！撕了，快拿走！都给我说的我快说汗了，我感觉。就我其实现在越来越不太注意形象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也特别喜欢把袖子撸起来。对啊，太热了。我觉得我们本来应该去路边摊坐着，对，我们应该开心。我们应该在大街上录这些东西。我们到处走走，没事儿。对，因为你想走吗？不是在大，对，可以走。我们再聊一会儿可以走。你要没对啊，在大街上，然后我带你逛那大街，然后喝着。可以啊。串巨好吃。可以啊，去吃呗。还吃串呢，咱不行，明天会肿的。我吃，你看着就行，那可以。你真的你跟那时候我见到你变化挺大的，是不是？什么变化？我觉得你把袖子撸起来那一瞬间，好像人突然就释放了。这个变得……谢谢啊。妈呀，我本来都够热的了，还来杯热茶。你要冰茶吗？现在偶尔还会想起那时候101的那个时段吗？有会的，我们第一届嘛，其实现在已经办了很多届了。我每一年都在去这个节目，就反正还挺不一样的。就每次去到那个地方，它就会让我梦回创造101的那个时候。也有噩梦是吧？噩梦那就不说了吧。我还是希望能够带着美好在想这个节目的。对。那你觉得这3年呢？这3年的变化是在你的预料之中呢，还是说充满了意外？没有，完全是在意外之中。就我没想到，就是我这么一直给大家的印象就是那么的，怎么说拼的一个人。有一天我会想要去更多的享受生活这件事情。我以前是一直就像您说的一样，我一直是在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的人，但是我现在这个小盒子我想要打开，就哪怕打开一个缝，我都想要打开它，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我以前是不会这么想的。那你觉得你最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或者是个状态呢？我其实想要活成一个很洒脱的人，甚至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是比较疯狂的想法，就是我有一天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自由的人，然后我就行走在一条公路上，然后走着走着我看到这个地方了，我就立马就在这里做我现在想做的，比如说我画画，或者是我想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人。但是可能现在就是我也只是想一想，想想也很开心。对，想一想也很开心，就以前不会这么想的。你最近在画什么吗？就我最近啊，画什么？就是我在画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下面全部都是水，都是海洋的东西，然后有一个人躺在里边，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画，这个人就是在这个海里面飘荡。
好久没见了。谢老师好 ，Hello。我2年多没见了吧？是，好久不见。还在浙江的时候。对。你为什么选这地儿啊？因为我喜欢动物，然后一直想来，之前没有机会来。我都不知道北京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也是，我上次是我姐姐发给我说这个地方。没想到这么多人哦。背着好漂亮啊！是。然后你看其他都没有背起来，就它背起来了。它好像那个港式茶餐厅里面的榴莲酥啊。真有点像啊。对，把它那个得把它染黄了就行，是吧？就它头那个颜色。哎，你现在，你比如我们坐在这儿啊，这是有点魔幻的一个下午。你现在回忆起来，2年多前，做101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有点模糊了，就是需要有些东西刺激才能让我再想到那段时间。比方说现在今年是创造营2021了，在看那个的时候，让我有点怀念那个舞台了。就是我做了艺人之后，我不再是那个只要做好我自己的本分的事情就可以的人。出来之后什么都要考虑，出席什么节目，你要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然后什么话要发微博，什么话可以发，什么话不可以发，什么事件要发生，什么事件不能发生之类的，就发现要烦的事情很多。不像在比赛那么单纯。现在回看起来，你觉得当时是你身上的什么特质激起大家这么强的一个兴趣和这种关注呢？可能激起了大家的同理心，就是觉得跟我差不多吧。就我不是传统意义上 idol 会有的那个样子，我的外貌就不是 idol。到底什么叫 idol，我都搞不懂。是不是？我跟你讲，什么叫 idol？ 徐老师 ，idol 更力求完美，不可挑剔的，值得让人学习的。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idol 不可以谈恋爱。啊，这个意思。那你觉得你会变成一个更传统意义上的艺人是吧？还是怎么定位自己呢？比如2年之后。我原来是觉得想要多期发展，就是觉得歌手也想做，什么也想做，但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反正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演员，因为我从小就想当演员，歌手啊或者上舞台表演，对我来说它都是表演的一部分。是不是如果没有101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东西无法实现，是不可能的，是吧？对，无法实现的。那现在过了3年，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自信嘛，经济也独立了。3观也比2、3年前更加稳固了，逻辑也更自洽了。反正现在终于做上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哇，哎，还交流对话呢。我觉得你的表达跟3年前的时候变化真的很大，是吗？其实我今天讲话我还觉得很累赘，因为我最近箍了那个牙套。说话可费劲儿了，但我又想尽量吐字要清晰一点。对，我是觉得每次做采访呀，或者上镜说话呀，都是一个很消耗的过程。我每一次在说一句话之前，我脑子要在我说出口的前0点几秒去过一下这句话会不会有什么歧义，有什么问题。这什么时候开始的？101出来之后，那个时候比现在会觉得更累、更费体力，但现在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对，训练出来了，内化了，是吧？对，但这个代价你是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现在觉得可以接受，我会一直去做调整。但是那时候3年前出来的时候，你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更
自由自在那种风风火火那种东西。对的，对。好像这层慢慢就被剥落掉了，或者被掩盖住了。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大家我能理解大家喜欢我，是因为觉得我有强观点。然后很多综艺啊、真人秀啊，就不断的挖掘我，那会儿都被挖累了。我想说你们不要再挖我有什么面了。对，过度开发是吗？对，我说我就这样，工作的时候我就这一面。对台本我就好，对，就这样。上节目这样，就台上和台下的区别。那现在你觉得你对娱乐工业的理解到什么程度了？扒着门进去了吗？还是什么感觉呢？在门口，但是我2个脚都已经踏进去了。但里面庭院深深，还是要走很久，是吧？是，我觉得太深了。一夜一世界，就是什么东西后面都有可能暗藏玄机。那这个庭院深深，娱乐业的工业的庭院深深，至少目前为止，你的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我现在觉得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被厉害的人、有名望、有成就的人欣赏。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拍我上一部电视剧吧，导演就非常坚持要用我。那这个工业最不喜欢的部分是什么呀？最不喜欢的部分，看数据吧。数据是所谓流量，你的转发数、你的评论数、你的销量、票房，等等。我觉得它是一个衡量的数据，但是因为这个数据有泡沫，所以它不能作为最直接、最标准的参考。这是我不喜欢这个行业的一个地方。对，就是在公众眼中代表某种很真的一个王局，结果进入一个到时候都是假的，或者说那种泡沫的水。对，但你必须要适应这个。对，我不喜欢，但我也没办法，因为这个我改变不了。过了3年之后，重新见了王菊、钱东岳还有孟美岐之后，我当时那种审视感消失了。我觉得最早3年前在拍1001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残存着很多青春期尾声的那种兴奋，还有，然后这种东西现在也对我来说慢慢的好像就真的消失了。它也像我的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就是人生随着时间维度不可避免的扩充，人生的滋味多了一些，包括很多无奈。但是吊诡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经常是非常奇妙，看起来再大的力量都是不能够完全束缚你的自由意志的，不能够塑造它的，就经常会有异端嘛。其实我还很希望5年之后再见见他们什么样子的，就会变成一个更充分的我们对人的生命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应该这一切理解成一场人生的漫游，他们也在漫游，然后我们在某一个时候穿插进去，跟他们一起漫游了一阵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重新看看他们去的怎么漫游，我自己也在漫游。我觉得是这样的人生，这种相逢感，我觉得它有很多相逢感。